先说李白，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谁都知道啊。一说他就是白发3000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跟杜甫的那个风格啊，成为鲜明的对照。杜甫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他们俩我们要了解个知识啊，他们俩在唐代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红呢。现在一说唐诗，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啊。李白和杜甫现在是最红，数一数二。但在唐代时候不是这样。首先是唐代呢，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啊。比如你在今天的新媒体上随便发一个信息，几百万人知道是非常可能的。第二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李白、杜甫两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这么高。我们今天说他高是他的文学地位高，但他的社会地位在唐代的时候并不高。当时唐代的诗人中的大红人有谁呢？有大家知道的贺知章啊，有张九龄，有元稹，有上官仪，有韦庄。他为什么呢？他们官职高，这些人呢都做过宰相。那当时的文化红人呢，还有谁呢？还有状元啊，王维啊，才气高啊，榜上有名，唐代状元。这个唐代状元是很难得的，隋朝才开始科举，整整1300年，出了600多位状元，平均2年出一个，全中国啊。今天这状元啊，有这个县的状元、市的状元、省的状元、全国状元啊。每年一到高考季完了以后，那状元多如牛毛。这杜甫有没有科考呢？他有，他在科举中呢是考试失败的。李白是干脆就没有参加过科考。李白为什么不能参加科考呢？是因为唐代的时候呢有法律规定，大唐6典中是这样规定的，说行家之子，肱骨书类不遇。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呢，它要经过严格的科举，就是考生的这个审查。他的籍贯、家庭出身、个人状况，他明确规定，有罪之人，就是犯过罪的人啊，手工业者和商人之子都是严禁参加科举的。那么李白身世是个谜，这大家都知道，没法参加这个科考。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祖上呢曾经获罪，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李白年轻的时候杀过人，逃亡过。这个是你看他的作品，他确实有这10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这种啊自己的诗歌。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再有呢，李白的父亲啊叫李克，客人的客呢，他是个商人。那商人之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这是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无论哪条，这李白都不能参加这科考，所以这李白就没有参加科考。李白自个儿不这么认为，李白说：“我自个儿就是个天才呀，我懒得跟那些考生一起去考试嘛，我就不愿意嘛。”所以李白和杜甫在唐代啊，真的就没有在后世这么知名。他什么时候开始有点名气了呢？一直到了中晚唐的韩愈啊，韩愈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文学家，他评价这个李白和杜甫呢，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是因为韩愈的身份。韩愈是这个唐宋8大家之首，你看他的这个文学地位有多高，他有这样的评价，那可惜呀，他有这个评价的时候，李白、杜甫死了很多年了。李白和杜甫他俩活的岁数都差不多啊，一个呢是差1岁啊，杜甫差1岁60，一个呢是李白一个花甲加2岁，所以他们大概都活了一个花甲的年龄。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了。学者对于李白的祖籍和出生地大概有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说他是陇西成纪人，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第二个说法呢，他是四川的绵阳的江油人。第三个说法呢，说他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碎叶城啊。所以李白呢，他不仅生是一个谜呢，他死也是个谜，这就让他一生的创作中笼罩着层层的一种神秘。这事儿有点奇怪啊。李白对自己的家世啊，在这个唐代呢，就是没有说过啊，他没有说过
他讳莫如深。李白是唐史上有载的大诗人，你在唐的历史上有记载的诗人，你的祖父啊，你的曾祖父居然没有记载，这事儿有点说不通。因为中国人呢很注重自己的家谱，每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查到自己的家谱，查到自己是从这哪代过来的啊，自己历史上有多少知名的人，但李白居然没有。他居然没有呢，他自己呢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少谈家世，偶尔提自己的家世呢，也提自己的远祖。所谓远祖呢，就是至少5代、10代以上的远祖，不提自己的近祖。这个就在古代啊，重视家谱和重视家庭伦理的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环境中呢，这个很难让人理解，你就理解不透。我老说过一句话啊，历史上是目不重重，你有多少能力，你就看多少深，看多深。你能掀起一层，你就能比别人看得更深一层。那么唐宋时期啊，一直到民国乃至到了现代啊，都有很多学者孜孜不倦地考证李白的身世，那有各种说法了啊。其中最震撼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说李白是唐高祖李渊的5世孙，他是太子李建成的玄孙。那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如果这个判断啊，或者说这个研究成果是成立的话，这就完全可以解释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一个大背景。李白身上流淌着先祖的血脉，剑气纵横，公函九州，所以余光中就说他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渊父子打下大唐江山，长子呢就是李建成，次子就是我们知道的李世民唐太宗，三子呢是李玄大，过去说唐的这个主角，但是他早夭，四子就是李元吉。大唐江山本来是顺理成章的就应该给这个长子李建成，可玄武门兵变以后呢，李世民杀死了亲兄弟啊，杀死了大哥李建成，杀死了四弟啊李元吉。随后呢，李渊被迫禅让，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把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宗籍除名。什么叫宗籍除名呢？就是在家的宗谱上，在家谱上把这俩人去掉，这家谱上没这俩人。宗族除名啊，是个很大很大的事情。那么，一旦你的家谱中把你除掉了，那这个家里就不认你。太子啊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是唐太宗李世民干掉的，所以你想想，这个身份是不是一定要隐瞒过？好几年前啊，我自己拍过一个电视片叫《客从何处来》，中央台给我拍的。父亲去世多年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木叶岛。这是大家为了欢迎你热热闹闹，哎，这是德庆大叔家的那个弟弟。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才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家谱。如果没有那个家谱，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顺着那个家谱，几代人就从山东的文成追到山东的文登，大概追20代人的时候，就追到了安徽。马家是在安徽啊，从永乐年间迁到这个文登驻守海防的。那如果再往前倒，就倒到陕西马原那儿去了。今天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是没有家谱的，就是1个世纪以来，这个家谱的破坏比较严重，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但现在科学又发达了，开始有什么了呢？有 DNA 的检测，翠口兔嘛啊，有好多这个检测 DNA 的公司，马上就告诉你你这个人的身份啊，你是北方民族啊，还是南方民族啊？你是山民啊，还是你身上有异族血统啊？他都会告诉你。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流动性很大，结婚的偶然性很大啊，跟过去社会不一样。过去的社会，你的结婚不会出你方圆几十里地，今天不是。今天你比如我们单位一个人上云南旅个游就结婚了啊，就跟在云就撞着一个人，俩人两眼一对啊，一高兴马上登记结婚，很高兴就结婚了。它这个偶然性很大。
过去古人没有这么多偶然性，所以古人呢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就变成了他一生中很大的一个追求。那李白就是这样，他年轻时候的抱负和他的侠客精神呢，都是从他最小幼时就开始了。李白5岁就开蒙了啊。那我们现在人几岁开蒙啊？我们现在人开蒙比李白还早呢，从肚子里就开始开蒙了啊。这个现在很多女子一怀孕，马上就听贝多芬啊，就让孩子开蒙啊。李白15岁的时候就写了很多词赋啊，当时就得到了社会很多名流的一个认可。那么，如果我们把李白一生呢划几个阶段呢，那可以说呢，他5岁到15岁呢是个启蒙阶段，15岁到25岁他就出去了，开始游历大江大川啊，学习积累。那么他后来25岁到43岁呢，这一段时候呢，就入京城了，游历创作，出现了他的辉煌时代。那么他44岁以后呢，他又回归山野。但其实这个李白的这个身世啊，跟我们古人读书学习的3个阶段呢，非常的接近。我原来讲过啊，古人读书就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诵读，5岁到15岁。所谓诵读就是背下来，背下来就过关。所以古代你要想搞科考啊，这个4书5经倒背如流的人几乎是人人可以的。乾隆皇帝12岁的时候，4书5经倒背如流啊，这都很正常，因为你从5岁开始，天天就是背书，没别的事儿。而且从科学角度上讲，人的5岁到15岁记忆力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就背下来。古人就要求你背下来，不要求你理解。但5岁到25岁，第2个阶段叫学贯。所谓学贯呢，就叫学会贯通啊，学会贯通。这时候叫增强理解力。那么第3个阶段呢，就是25岁到35岁的时候呢，叫涉猎，广泛的去读书啊，开卷有益。我们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呢，除了学习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以外，那更多的应该带着孩子呢，要出外旅行，拓展自己的视野。因为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你所遇到的事情一定不是你事先预测好了的，你会遇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孩子的发问，对吧？我儿子小时候在旅行中就问过我一个事儿，就说，说那地里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茄子呀。说茄子为什么不会长在树上？他就认为这茄子都应该一个一个大圆球都挂在树上，跟椰子似的。所以你不把他领出去，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番天地。李白有一首诗啊，非常能够反映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和抱负，以及他年少轻狂的心理状态啊。这个呢，就是他的《上李邕》啊。他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大鹏它是自比啊，扶摇直上9万里，那就是说到头了嘛。天有9层啊。李白这首诗呢，反映了他个人的一个这个年少的人的一个心态。他说：“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就是你不能轻视我呀。这诗写于李白的青年时期啊，一说他是写于20岁，一说是25岁，你甭管几岁，他就是年轻气盛。李白当时游渝州，夜见这个李邕，因为他这个人呐，年轻和是他的生性啊，他不拘礼俗，就高谈阔论。见着李邕呢，就是一通说。李邕多大才呀，博学多才，少年成名，精通这个汉墨啊，行书碑文是大家。当时他任渝州刺史啊，就算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渝州的地委书记吧，大概是这么个官儿。那么李白在李邕的眼里呢，就是现在的一个90后啊、00后，就这么个感觉。那么李邕呢，有点就看不上这李白。李白对此呢，就特别不满意。临别时候呢，就以这首诗的态度啊，就呈上李邕嘛，就给李邕表明自己的少年这个抱负。李白少年时代学习的内容呢很广泛啊，除了儒家的经典的诸子百家，他特别喜好剑术。据说李白的剑术是非常高超的，他一生中所做的诗词中呢，有人以存世的统计说他的这个带有剑这个字或者带有剑气提到跟剑相关的事呢，占他总数的10%。那由此可见李白的一个内心。李白才高八斗
啊，恃才傲物，骨子里呢，他不屈的精神呢随处可见。当这个世界啊跟他的理想差距太大时，他只好纵酒狂歌啊，寻仙学道啊，遍览名川大山，结交朋友是他的最爱。然后他就佩剑走天涯，这就构成了他浪漫的精神世界。比如他跟剑相关的诗啊，最有名的就是“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都是关于剑的非常有名的诗句。我们先说一下这刀剑有啥不同啊？这刀剑首先是外形不同啊，剑直，刀弯。剑呢是双刃，两边带刃啊，以刺为主；刀呢是单刃，以砍为主啊。这个剑的出现比刀要早很多，所以剑在文学上呢，它的等级啊，它比刀高啊。比如它经常是褒义的，比如啊，剑胆琴心呐，故剑情深呐，剑气销心呐，10年磨一剑呐，啊。这个贬义就多了，贬义两面三刀啊，笑里藏刀啊，千刀万剐呀，借刀杀人呐，等等，这些都是贬义词。那当然，刀剑也有比较中性的词儿啊。我们老说，你说刀光剑影，哎，这就是中性的啊。锋刀双剑，中性的；抽刀断水啊，捉刀带笔等等，这些中性的词汇呢，它不反映刀与剑之间的差距，但是褒义的和贬义的，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刀剑之间的一个文学差异。那么，李白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叫《侠客行》，啊，是李白宠上侠义、扶危济难的力作，极充分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他谋求社会公平的一种心愿。这诗开篇是这么写的：“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佛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这首五古啊，这是五言古风诗，共具24句，我只说了8句啊。每4句你可以看成一个小节啊。我刚才说的是一小节，它一韵到底，酣畅淋漓，读之快感尤生，心向往之。其实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男人入世的时候，都会有侠客精神。武侠小说到了明清啊，民国时期流行呢，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小说是明清以后才在社会中开始流行的。那李白开篇就写：“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完全是一个影视剧本的亮相，干净利索，来龙去脉清晰。它如同今天的这个电视啊、电影的序幕一样，扣人心弦，就把人拉进来了。赵客呢，是指赵国啊，燕赵大帝自古就出慷慨悲苛之势啊，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啊，这就是刺客荆轲啊。三国名将张飞、张翼德，水泊梁山好汉林冲、林教头，这些都是燕赵之士。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燕。幽就是幽州，燕就是燕地。2000多年前，燕赵大帝的这个俗重气侠又义薄云天，所以李白所处的唐代就宠上侠义，加之李白的身世呢，以及文化的背景呢，使得《侠客行》呢出手不凡。赵客漫胡缨，赵国的侠客打扮随意，帽子粗糙啊，不是花纹，有这鹰啊，这个帽子上这种飘穗儿。胡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统称。吴钩霜雪明，吴钩是什么呢？宝剑名，吴地春秋时期吴国流行的弯刀。我们刚才讲了，剑比刀来得早，剑直刀弯。我们早期很多刀还是直的，比如唐刀是直的。你们有机会到日本看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里有展示中国唐代的刀，直刀，看着冷光寒寒。那么吴钩呢，在这个文学上就指利刃啊，比如李贺就有诗啊，叫“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杜甫也有啊，“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那么直接把吴钩呢内在表现出来呢，李白就高出一筹。他的语言呢简明有力啊，他说的是霜雪明，
吴钩霜雪明，他用了一个文学的表达，就把侠客中的内心烘托出来了。霜雪是非常冷的。接着他就说：“银鞍照白马，皆看着都是冷调子，银与白都是冷的调子嘛，极冷的调子。”然后再一次加强了上面冰冷的这种氛围，然后语言开始加速，叫飒沓如流星，一晃而过。这前4句就是一个小节，干净漂亮、神秘的将侠客展现，又不全部展现给你，对吧？让人不寒而栗。紧接着就是做事儿了，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江湖，来到这个社会呢，都会滋生一种侠客精神。古代优是这样，每个侠客身负重任，都希望自己身怀绝技啊，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游侠的境界，无名无利乃至江湖的最高境界。侠客毫不费力的就做到了。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稿费这个词儿呢，不是太敏感，不像我年轻啊。我年轻的时候，稿费这个词儿是个至高无上的词儿。为什么？是一般人拿不到这稿费，能拿到稿费的人全是文化人。所以，谁要有一笔额外的收入，稿费就会显得比别人牛。今天听着稿费也没什么新鲜的。第一，你也挣不了多少钱，这稿费也没多少。第二呢，大家挣钱的途径非常多，所以也看不上这个稿费。那过去我在出版社的时候都即便到了出版社拿稿费，依然是个很荣耀的事儿，要请人家吃饭的。那你要是不在出版单位，比如我最初的稿费是在工厂拿的，那稿费单子是直接寄来，通过邮局寄来的，上面写着稿费2个字，那所有人都知道我挣了多少稿费，拿着这张单子给每个人看，不是我给每个人看，是收发室拿着给每个人看。那么稿费这个词儿是一特俗的称谓。我去出版社的时候，那老编辑我说的老编辑就是上我一辈人就是都是民国年间的人，他们都从来不说稿费，都说稿酬说的比较雅为什么说稿酬呢？这酬比费高。你想想，我们今天说这个酬谢人家，对吧？这个酬谢的意思呢，就是有我感谢你的意思，这酬就显得高尊重。这费呢，就是个中性的词说稿费稿费感觉就比较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小费小费，说你给人点小费吧，就有赏赐的意思。所以酬谢和赏赐之间呢是有区别的。老编辑们呢就比较讲究嘛，所以呢嘴里永远说的是稿酬，不论多少都叫稿酬。那么稿酬呢，还有一个更雅的说法这说法呢在古代叫润笔也叫笔润反过来也可以叫。那我们就说这个称谓这个润笔或者叫笔润这个称谓怎么来的呢？它为什么那么委婉呢？笔润一词呢来自于这个隋书，隋代就有这个称谓了这还写在正史里说当年呢这个隋文帝呢给郑义呢恢复官爵，让李德林起草诏书。这个起草诏书的时候还没动笔呢，就有一位官员在旁边开玩笑，就说笔干了笔干了。看到这景象以后呢，这个郑义自己也说一本正经说不得以钱，何以润笔就是说那我你也没有钱，我凭什么给你写呀？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帮着李德林就帮着给他起诏书的这个人向皇帝讨要赏钱。这个隋文帝听完了以后就哈哈大笑，很高兴，所以润笔一词就由此而来这就是说跟皇上要钱了。稿费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都是作为一个生活的补充，没有人靠稿费活着。但是在我们上一代人很多老作家可以靠稿费活着，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老舍先生他就可以靠稿费活着。我第一篇小说呢是35年前发表的，35年前呢，当时发在中国青年报上基本上是整整1版。那时候那个报纸就4个版，全国就几份报纸，你可见影响力之大我拿了多少钱呢？拿了65块钱这我这个
印象深刻，因为头一次拿稿费嘛，65块钱，在我那时候大约是俩月工资啊，差一点俩月工资。那么，如按照今天的算呢，一般的项目做到我当时的那个工作呢，那也就是1、2万块钱吧。啊，想来想去呢，现在可能还不如过去高啊，因为当时的这65块钱能干很多事儿。比如我喜欢收藏的话，那买个几件瓷器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今天的呢，这个稿费标准啊，我们是雅一点说，稿酬标准呢不一啊，一般是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这指的是什么呢？是指1000字。我们稿费为什么都按千字计算呢？是因为外国人按千字计算啊，外国人是按千字，因为我们的单元都是百千万，是吧？中国人有一个万的概念，但是西方人没有，千就算大数了，所以他按1000来计算稿酬。我们过去说你的稿酬的标准是多少？比如我刚去出版社那会儿就几块钱，那就只1000字几块钱。后来到我离开出版社的时候，到1000字30，就是1000字有30块钱稿费。你如果写个10000字的短篇小说，10000字的短篇小说不算太短了，那你大概能拿个这个300块钱啊，就是没多少钱。那么今天按今天的整个物价水准和工资水准呢，确实有点偏低，所以能写稿子的人都比较懒，不太愿意写。今天利用稿费这一项能够生存的人，我估计是没有的。可过去有啊，过去有。你比如民国时期的时候，这个稿费是什么标准呢？它是按银元算的啊。比如当时啊，就是民国初的时候，1000字大概是4、5个大洋，4、5个大洋那就厉害了。这个银元啊，在这个民国时期啊，就是一户人家有个几块大洋，这个日子就能过了，就过得不错了。鲁迅先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了的一个确切的数字，就是1929年这年啊，这算起来是民国10几年吧，18年。鲁迅一年的稿费是多少钱呢？这一年鲁迅挣了14664元，这元是银元啊，元的头啊，这钱就多了去了。为什么多了去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物价水准啊，就是在这个鲁迅记载稿费的前5年，1924年的时候，鲁迅就在阜成门内啊西3条胡同买下了他那个4合院啊，就是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00大洋。你想想，一年挣14664元，才花800块钱，连个零头啊都不到啊！就是我算了算，他平均1个月还挣1000多大洋呢。那你想想，3礼拜的钱，平均下来3礼拜的稿费就能买一个大院子啊。尽管那院子不算太大，今天也挺大，就能有2棵枣树的那院子啊。你看后面好像还有一口井啊，一个小花园，很小。那我就想，这个民国时期挣点稿费真不得了啊！民国时期啊，这知识分子工资很高啊，它跟今天有点不同啊。你比如清华的一个普通的老师，一个月能80个大洋啊，80个大洋啊。你像这个一般这个绸缎铺啊，一个普通的会计能拿多少钱呢？只拿12块钱。琉璃厂一个抄写工人啊，每抄3000字啊，就能拿1块大洋。你说，哎呦，那急了，我今儿给你抄去吧。今儿你那字不成啊，你的字写得好，而且是毛笔字啊，毛笔字抄3000字，跟钢笔字比起来，我觉得毛笔字抄3000字比钢笔字10000字还难呢啊。一天我估计抄不了3000字，得花这个大概得1天半到2天。那么你想想，就一个抄字的人啊，抄字，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抄字算什么？每个人都会打字嘛，这个字已经变得就抄字这事儿不值钱。可是，在民国的时候，能写一笔好楷书的人毕竟是少的，所以呢，这1个月下来弄不好，刨去开销还能挣一4合院。所以这民国时期这人的收入就好。你看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的上流社会就形成了啊。稿费后来呢，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版税。这版税跟稿费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就这么点不同啊。版税是你写成成书的时候才能有，稿费是你比如你在杂志报纸上发个文章，这就叫稿费，因为这版不是你的。如果你有本事，你把这书写成了，甭管厚薄是你自己的，你就可以跟他谈版税了。版税有多高呢？
你比如鲁迅先生啊，当时版税能达到25%啊。据说啊，梁启超先生当时拿过最高的版税40%。好，你今儿让出版社一听就晕过去了，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版税。我们今天出版社一般的情况下给作者的版税呢，低的是8%，高的呢12%，最多给个15%，就到头了。你想想，当时为什么文人的这个待遇这么高呢？是因为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媒介，人们获得信息基本上是从印刷品来的，比如报纸，比如画报啊，你比如那时候的北洋画报啊、良友画报啊，还有这个点石斋画报啊，那点石斋画报差不多那个新闻都是老新闻，就是你想想，他听见一新闻，他得画下来再出版，这都过去1个月了。啊，那时候那画报有时候特有意思，我记得我早年翻过一本良友画报，上面写着美人18图。美人18图是什么意思？你看你今天网上啊，各种美女什么样的都有，甭管真的假的全有，是吧？那么美人18图呢，是把这个美人的这个要素分开，比如说眉毛应该是这样的，眼睛是这样的，鼻子应该这样的，嘴这样的，身上手啊脚啊全都有18张图，但他不给你拼在一块儿。然后你看这东西，你就想不起来这美人什么样，他就给了你18个要素，你自个儿拿脑子去拼去。今天你就很容易拼，对吧？你今天电脑，你说那我把它拼一块儿不就完了吗？那时候拼不了。那么这稿费怎么计算啊？我告诉你，是按版面计算的，版面字数，它不是真正数字啊。那我们说按字数说，哎，每1000字多少钱？这个1000字是指版面字数。版面字数呢，那么怎么计算啊？我给你讲个简单计算方法。比如这一页纸，我们说的纸不是你写的那纸，是指印刷出来的这一页。比如27个字一行啊，27个字一行，28行，那27乘28，756个字，那这一页就756。假设你这个文章占了10页，那就是7560个字，那一乘上那个你签字的价钱，马上就知道你稿费是多少，对吧？那么，比如你有时候有插图它就给剔去啊。有时候后面有块空页，空上不多呢，出版社有时候不计较，也就给了你钱了。要计较还得把这空的地方去，包括题目。过去上来先去半页，为什么前面有标题呀？对吧？那么标点符号、空格，这都是给钱的。所以啊，你看小说中很多人写小说，你看你买的那小说中经空白的地儿吧，他就写这么写。张三说啊，冒号，8就折下一行来，引号，然后说我没吃啊，然后李四说啊，冒号又下了一行，说为什么没吃？就这么啰里吧嗦的写，为什么呢？想办法多挣钱，对吧？我见过最极端的就是写诗歌秋天的落叶，然后啊秋风啊秋雨啊落叶啊落了下去，一个字占一行啊。我一看我就乐了，我说这全是来挣稿费的。那么为什么挣这个空格稿费呢？这空格稿费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包括标点符号呢，是从鲁迅先生，从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鲁迅先生当年啊，鲁迅先生很计较稿费的，要没有他计较，就没有后来这稿费这标准。他把这稿子给了出版社以后呢，出版社给他钱以后，鲁迅先生说：“这个你给我钱是不够数啊。”说怎么不够数啊？说这个我们都数了字数了啊，没算标点，没算空格。那鲁迅先生就什么都不说。第二回给写文章的时候，写完文章直接就扔过去了，没有标点，没有空格。那编辑一看就急了，说您这先生您给把这标点标出来，要不然我们怎么做呀？对不对？这个鲁迅先生就说呢，说标点又不给钱，那你凭什么我给你标出来？你自己去剧斗吧。所以呢，那个编辑就说，那您还是帮着给剧斗一下吧，我们下回照章付费。所以从那儿以后啊，从鲁迅先生那儿以后，这个标点符号和空格就给钱了，一直延续到今天。你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没有标点的，你靠你的能力是去剧斗，就是你自己去把它分开，你自己去读啊。据说有这么一故事啊，说过去有个财主呢非常吝啬啊，聘请教书先生时呢，就是说呢就讲明说我的这个膳食啊微薄啊，像您来教书，
那与这个教书先生呢还写一字据，这字据呢就没有标点符号。这字据怎么写呢？就这字据就是合约了，说无鸡鸭已可，无鱼肉已可，这个青菜一碟足矣。那么财主一看这教书先生写的这行啊，就是说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就欣然签了字。签了字以后，谁知道这一开饭呢，这个教书先生就不高兴了，就叫起来了，说你这怎么全是素菜呢？荤菜呢？他说咱不是约定了吗？说约定你不是说无鸡鸭也可以，哎呦这个没鱼肉也可以啊，说青菜就可以了吗？他说不是这意思，我这是说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啊，青菜一碟足矣。这个财主就弄得哭笑不得，这就是这个标点符号的这个作用啊。我们现在很关心啊，就是稿费的横向比较。刚才我们都是纵向的比较，一比较，我们现在这点稿费太可怜了。那我们横向看着比较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啊，美国人拿多少稿费？你在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稿酬一般在每个字，你看人家论字，我们论千字，1000个字计算，人家是一个字一计算。它每个字呢，在7毛5美分呢，到2块钱美元之间。那我们取个中呢，就是1块多钱一个字啊，1块多美金呢啊。我们现在最高给300块钱1000字，那才合3毛钱，1块就差距太大，是吧？差距太大，大概我看看差20倍。美国的地方刊物一般每个字都在1毛钱美金，就是10个字1元美金，那也很高了啊。那它1000字呢，大概在稿费在750美金到2000美元之间。那就换句话说，你在美国你要能写个1000字文，1000字文不算很长啊。我的博客一般500字，就2篇博客的量。那么你能拿到2000美金呢，你就可以生活了嘛。那这个如果你在就像《纽约时报》这样最高等级的报纸上写个1000字文的稿费能拿到2000多块，那折合人民币呢就得照着1万多块钱去了啊。那你想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你写一个1000字文章，撑死了啊，200-300块钱啊，所以就差距很大。再看我们的版税。我们版税我刚才讲了，一般情况下都是10%，就是马洋的10%。马洋什么意思呢？是指这本书的定价乘上印数。比如这本书是100块钱一本，我印了1万册，那就100万，100万叫马洋10%，你拿10万，刨去税收，你拿个88800这个块钱，就大概是8万多块钱啊，这个挺难的啊。那么外国版税就比较高，你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的罗琳啊，就是《哈利波特》的作家，女作家啊，她呢在中国啊就拿过很多钱。她在中国拿了多少钱呢？10年间引进了她7部作品，平均每部都300万销量。她光这一本《哈利波特》，她从中国拿走了9550万块，就这一项啊，不费吹灰之力啊。人家也不会写中文，是你翻译的，人拿原创作的这个稿酬拿走了1个亿啊。那么就像他这样一个人，比中国任何一个本土作家的这个版税收入都高。你想想，他就是因为一本畅销书就红了。当然，他当时还有这个版权的收入，他版权收入很厉害。你比如说，他改成电影了，他会收很多钱。中国小说改成电影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这点真是没法跟西方人去比。我们对无形的文化的这种创作，你比如文学创作，它属于文化的这个范畴嘛。我们对这种无形的这个投入呢，相对给的报酬都比较低。过去啊，有很多作家，老作家，我们上一代人呢，他们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是可能通过自己的写作过一个优雅的、富裕的生活。你比如，作家刘少棠先生啊，刘少棠先生已经作古了。刘少棠是个神童啊！刘少棠先生这个10几岁的时候神童，一夜成名。当时的他这个在全中国的名气远远大于今天的那些小鲜肉。今天你说那些小鲜肉，你说很多岁数大的或者不关心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刘少棠当时在20岁的时候，全国人但凡有点文化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那么他自己在他自传里就说过啊，说他的第一部的那个小说集呢叫《青枝绿叶》，得了稿费多少钱呢？1800元。1800元呢，这个
今天听着有点少哈，一本书小说集才给1800，可是在50年代的时候还是挺多的。他当时有5本书凑在一起呢，大概拿了就是写了4年，拿了这个18500块。18500块呢，他因为他入党了，他要把5%交了党费啊，然后呢，他把这钱搁到银行吃利息，每年有个利息就有大概2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他的工资就显得很高，像个高级干部。然后他那个时候啊，他那个小院啊，在这个西城，我去过，他不是个4合院，是个3合院。他花了多少钱呢？花了2500块人民币啊，2500块。你想想。他写作啊，挣了18500块，这拿了大概就是1%的钱嘛左右，就买了个小院子。那换句话说，4年挣了这个钱的1%，等于半年的写稿的钱挣了一3合院啊。今天基本没戏啊！今天在中国，你写下最畅销的书，你也不可能买上4合院。在中国，在北京买一4合院，这个费用太大。那么今天。稿费偏低的后果是什么啊？我们先说今天的报刊啊，报纸刊物啊，创作力在下降。我因为比较关心这事儿啊，你比如我有很多过去愿意看的刊物和报纸，我都不看了。为什么？没法看，这个内容很低，写的又很差。现在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去写，为什么？这个脑力劳动啊，特别累心。我干过体力活，也做过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有时候你累的你啊，就是很长时间缓不上来；而体力劳动，年轻的时候睡一觉什么事没有，吃一顿饱饭全缓上来了。可是写东西很难缓上来，所以现在有很多刊物啊，就我知道的很多刊物非常的赚钱，但稿费依然给的很低，所以导致中国的刊物的这个有创作能力的人，经常因为有创作能力都属于比较聪明的人，经常去干别的去，啊，就不愿意再去写作。所以我倒是建议，就是这种好的刊物啊，发行量大的报纸，什么稿费应该大幅度的提高，不是一般性的提高，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讲了半天稿费啊，我们再讲讲这个，就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画家啊、书法家怎么收钱啊，他们这稿费怎么论？画家和书法家跟作家有一丁点不同是什么呢？是作家那稿费没有事先说的，就是说我写文章多少钱一字，没有人这么说，觉得面子。但画家没事，画家是一个手艺人，他自个儿可以把自个儿的价钱定在那儿。这东西价目表叫润格，润我们不是讲笔润吗？润笔吗？这个格呢，就是价目表啊。那么齐白石啊，齐白石先生啊。老爷子的润格现在都有，都知道，都见过，所以你知道他当年是多少钱？当年呢，这个1902年的时候呢，光绪年间呢，樊增祥给他定的这个篆刻的润例啊，润例就是润格啊，就说常用名印每字3金，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每个人过去都有个印章，以印为信嘛，你签字没人认，签字是西方人的事儿，西方人不会刻章，所以只好签字。我们呢过去靠盖章，这名印自个儿拿着。名印呢，每字3金啊，3金就指3块大洋。那么你如果叫俩字啊，你比如你叫白石，你就刻俩字白石；你仨字叫齐白石，你得多刻一字，您就9金了。如果齐白石印或者齐白石章，那就4个字，那就给的更多。那么它上面有一个规定很有意思哈，比如它最后有这么一个规定，说字若属粒啊，每字10金，就是你字刻的太小了，它并不便宜，它还得贵。就是你刻的小米那么大一个字，一个字就10金啊，就很贵啊。这张这个润格呢，齐白石使用了至少10年。老爷子呀，齐白石这老爷子比较计较，但是他有一规矩，他这规矩特别好，所以他就给写在这个他的客厅里。因为谁跟他去求画买他的画就得进屋啊，一进屋先看你这规矩。这规矩呢写的有意思，他说呀，卖画啊，因为老爷子是卖画的嘛。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开宗明义啊，就是说你到我这儿来买画，别跟我谈交情，没什么交情，您给我钱就行了。你比如他还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花卉上加上虫鸟啊，一只就要加10块，对不对？藤萝上加蜜蜂呢，一个要加20，为什么？蜜蜂难画啊。减价者，老爷子有意思，说减价者是你跟我谈价钱的人啊，跟我讨价还价的人叫亏人利己，愚不乐见，就我根本就不想见你
老头就这么有意思。据说啊，当时老人画虾，人家说你给我画一3尺的虾，老爷子画完了以后，给完老爷子钱嫌画的少，说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添一只？老爷子就不高兴了，这就等于不尊重人家，人家画都布局，画还有格局呢。财主不论格局，就是画的越多越好。说你再给我们赖着画一只，老爷子就随便就给画一只。画一只，这土财主拿走了以后，看着这只就别扭，说你想这只是后天上去的，然后呢就说您看您给我画这虾怎么跟死了似的？齐白石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你到菜市场去，那活虾和死虾价钱不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你钱少给我了，我犯得着给你画一活的吗？这就是特别反映齐白石老人的一个性格。再后来呢，就是这个吴昌硕先生啊，给他定个润格式画画的，4尺12块啊，5尺18块，6尺24块，8尺30块啊。说这个册页折扇呢，每件6块，有标准。我们这个说了一集稿费啊。那么稿费呢，实际上是一个精神产品的一个报酬啊。我们今天确实还不如我们古代重视。由于这个稿费的普遍标准低呢，今天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叫打赏。你看那网上你写一篇文章啊，写得好，底下说要求打赏，那有人真的打赏。据说靠打赏，靠自己把小说挂在网络上挣到大钱的人也不是没有啊，一定是有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因为它没有中间环节，就是读者给的钱全部是你自己的，它不像出版社给你的稿费100万块钱，实际上它要卖出1000万块钱去。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由于网络出现呢，稿费的形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今天说稿费呢，稿费好像还限定于出版界，其实我们稿费已经涵盖非常广了，不仅仅是出版界。包括新闻，包括其他类型的媒体，包括影视剧啊，你拍电影的编剧的费用现在来说还是很少，要不然我们怎么没有好本子呢？因为大家觉得写一个好电影本子，呕心沥血改个10稿8稿是正常的，最后拿个几十万块钱，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写这个本子，中国的电影就很难有好的起色。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对这种精神产品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提到古代的标准，那么我们提不到古代的标准，也提到民国的标准，我想我们的出版和这个影视界可能会有大的改观。